在西域待久了，看惯了粗野汉子，这中州的书生长得倒是清秀。哟，这不是翰林院沈大编州吗？寒门出来的就是没眼力劲儿，走个路都不长眼。麻烦脚抬一下。喂，不准欺负那个帅哥，都给我闪开！这个人我保了。你这鞋挺贵的。我手滑。多谢姑娘出手相救，在下告辞。喂，我救了你一命，一句谢谢就想打发我？姑娘高义，沈某清贫，身上只有这些，全当谢礼。不行，我刚来京城，连城门朝哪儿开都分不清。你带我逛逛。你今天不答应，这书我就撕了。荒唐！姑娘，男女授受不亲，你我素昧平生，切莫毁了各自清誉。你的意思是，你不是不想理我，是你们中州的规矩不许。我乃天子门生，岂能坏了规矩？那简单啊，等规矩不在的时候，我再找你。西域丝绸，明日起加价3成。这狐女竟然又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出来。只此一晚，明日雨停，立刻走人。走水了！你在干什么？有辱斯文，有辱斯文，这是清修之地。你们中州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讲规矩？吃肉也有规矩，第一口要趁热。你刚才说的那些，等吃饱再说。好看吗？你们中州人只知道死读书，却不知道光也是挑人的。用这盏灯，你的眼睛至少能多用20年。这是西域最高王权的图腾，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妖物！什么妖物？这叫标本，没见识。成何体统？沈某乃读书人，墙上当悬放圣贤之画，你挂这些异邦地图，简直有辱斯文。你的圣言一辈子都没出过玉门关，我这毯子支着的西域36国的通商活路，没有这些路，你们中州连喝口茶都没有好马换。投怀送抱，这也是你们中州的规矩？不知羞耻。站住！男女有别，内外有防。既然姑娘执意赖在此处不走，那便必须守我沈家的规矩。这条线是界限，线东归你，线西归我，未经允许，绝不可越雷池半步。你这院子一共就8掌大，打个喷嚏都能从东边吹到西边，你跟我划界限？其二，请姑娘过目。入夜戌时之后，不得喧哗，衣冠不整，不得出房门。还有，那等山星之物，绝不可再带入院中，有辱斯文。你简直有辱圣贤。沈大人，规矩是给弱者定的，你让我不过这条线，可以。忘了告诉你，昨晚我嫌你这院子太破，已经派人把你隔壁王大娘的宅子买下来了，顺便连你这套宅子的地契，我也一并从房东手里买下了。现在我是房东，这院子里的每一块砖都是我的，我想占哪儿就占哪儿。你这商贾做派，满身铜臭。铜臭味儿总比饿死鬼的穷酸味好闻。沈大人，该去上朝了，小心迟到被扣俸喽。去查查，他在翰林院到底归谁管？哟，沈编修来了。听说昨儿夜里京城大雨，沈编修那漏雨的茅草屋没把圣贤书给泡坏吧？沈燕啊，这是鸿胪寺刚送来的西域诸国朝贡名录，急需批译成中州雅言。你才学出众，这等重任，本官就交给你了。大人，这卷宗残缺甚多，且涉及西域风土，下官需要查阅西域图志孤本作为参考，请大人恩准开启内库藏书阁。内库藏书阁，那里面皆是皇家秘典，岂是你一个正八品的小小编修说进就能进的？沈燕，你是寒门出身，能进翰林院已是皇恩照贺，别整日想着钻营那些不该你看的东西。
若无图纸考证，一旦一错地名官城，恐惹外邦笑话，失了国威。放肆！你是在教本官做事？本官说不用就是不用。3日之内若交不出毕业，你就自己脱了这身官服，滚回你的穷乡僻壤去。这是西域36国图志，难道是那个奇怪的女人弄来的？她究竟是谁？洗手了吗？就摸。这书，你从何处得来？你可知私藏禁书是杀头的死罪？禁书？那是你们中州皇帝抠门。这书在我们西域商队的集市上，5两银子能买1车。听说你们翰林院那个胖子欺负你，让你翻译外新闻，还不给你参考书。喏，用这个译吧，保证比你们皇家内顾里的还全。君子不吃嗟来之食。拿走。沈岩，你疯了！没有这书，你3天后交不了差，你那身官服就保不住了。沈某12岁考中秀才，18岁中举，22岁殿试及第。沈某能穿上这身官服，靠的是10年寒窗，是浩然正气，不是靠妇人的施舍，更不是靠商贾的投机。姑娘若是觉得沈某可怜，想以此来折辱沈某，那便大错特错了。君子固穷，宁折不弯。书我不借，人请自便。这根骨头比我想象的还要硬啊！既然他宁死不吃软饭，那就只能让那个姓王的胖子自己把饭端到他面前了。大人，这是西域残卷的译注，请过目。写的狗屁不通，不过勉强能给本官做个参考。这数地，本官亲自重写成地。我沈燕一无权势，二无靠山，官场上兢兢业业，却处处被针对。难道这就是我们寒门子弟的命？放肆！你做什么？你手指上的墨痕是被人强行夺笔时蹭上的。那个胖子抢了你的心血，对吗？朝堂之事与你无关。行，与我无关。但我说过，我这人最讨厌别人抢我看上的地盘。你早点睡。她的手上有伤疤，这不是富家女子该有的手。她究竟是谁？看什么？思路2万里，本姑娘这双手上压过的人命，你数得清？你又糟蹋米。吃药膏，千金方所造，白蚁、紫桃配羊脂，治手上皲裂旧伤。治他做甚？治不好，但能软一软茧子，不叫它再裂。你救过我一命，先从这盒药膏分期还起。书呆子，你欠本姑娘的账得慢慢还，要还很久很久那种。自当如数奉还。王庸惹怒西域商会，致使护市停顿，即日起辍夺官位，发配岭南。下官冤枉啊！下官连西域商会的人都没见过，怎么会惹怒他们啊？惹怒西域商会，难道是他做的？王学士被贬，和你有什么关系？沈大人，这符合你们中州的规矩吗？你知不知道这是干政，是杀头的大罪？沈燕，你是在教训我，还是在担心我？沈某只是不想被你连累。那沈大人可要护好自己了，因为我这人不仅喜欢干政，我还喜欢越界。沈燕，今晚你先洗，成何体统？要么自己洗，要么我让人帮你。我自己洗，你们闭上眼。安和月，你怎么了？发烧了吗？你等着，我去熬药。自从遇见他，他一直在帮助我，而我却对他那么冷漠。傻子。你就是那个不识抬举的沈燕，有人花了100两买你一双握笔的手。
沈大人，闭上眼，接下来的画面有辱司法。谁出的100两？翰林院李编主，别脏了你的手，此事我明日报官，你别插手，免得惹上朝廷命官。报官？等你们走完衙门的公文，你的手早断。去哪儿？商人的规矩，别人欠了债，我从不过夜。沈燕，你敢带人擅闯！李大人，你在南市3家西域钱庄共欠下赌债酒钱1200两。半个时辰前，我把你的欠条全买下来了。胡说，那是下个月才到期的账，本官可是朝廷命官。按西域商会的规矩，债主转让即刻清算，没钱还，扒了他的衣服抵债。扔出去。看见没？对付流氓不用朝廷的规矩，用我的规矩。阁老，那虎女当街扒了侄儿的官服，分明没把您放在眼里。一个西域商妇罢了，值得你这般聒噪？倒是提醒本阁了，去查查他的丝绸一年在这京城里走多少银子。沈燕，你可算回来了！今晚南市有灯会，听说有西域来的土伙杂耍，快陪我去！不去，让开！你答应过要带我游京城的，天天躲在翰林院，你的翰林院里是有金子吗？李边逞准被你扒了衣服丢进颜面，他的几个世家同僚今日便将这50卷祈福经全数压在了我头上，明日清晨就要交差，若写不完便是抗命不遵。他们欺负你，你还真给他们写？你是翰林还是他们家买来的奴才？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无权无势，除了忍，还能如何？难道像你一样去把他们也扒了？当然不能全扒了，用这个写。这是何物？这叫西域浣纱墨，写出来的字色泽比灰墨还要黑亮，但只要过了6个时辰，字迹就会像沙子一样随风消散，连点印子都留不下。你今晚用这个给他们写，明天他们拿去交差的时候嘛。荒唐！此乃欺瞒之罪，君子不欺暗室。我沈某人宁可抄断手，也绝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行，你高尚，你君子，你今晚就抄死在这儿吧，本姑娘自己去看灯会。大人请看，这都是下官们连夜混账！你们拿白纸来消费本官！来人，拖下去，每人停杖20。安和月，是不是你干的好事？什么好事？我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今日他们在翰林院挨了板子，说是被查出墨有问题。我，沈大人，你就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看到那群整天欺负你的混蛋挨板子，你心里痛不痛快？你看，当个坏人是不是比当君子爽多了？你在写什么？记账。这也叫字？商起国书，皆凭笔墨。你这字拿出去，人家当你画押的是只鸡。那你教啊。横要平，竖要直，
字如其人。字如其人，那你的字规规矩矩，人也无趣的要命。你教一个字，换一句。我也教你，这句是我们商队挂毯上吃的老话，闭了城门就是断了36国的通商活路。跟我念。我学这个做甚？多学一句，多赚一路的钱。念。啊，男女授受不亲。规矩，闭了城门就是断了36国的通商活路。今夜南市灯会收灯，错过要再等1年。你的意思是？你不是要游京城？账分期还你，今日算一期。等我换裙子。这是什么？河灯，写下心愿，放进河里，顺水飘走，愿就成了。喂，你写的什么？愿灯火长明。人多，抓紧。沈大人，是你先动的手，这可不合你们中州的规矩。安姑娘的手好软，一直这样牵着该多好。安姑娘，这块只能当抹布的毯子，你要10两银子，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乐意，我赚钱就是为了花，难不成留着买棺材？使不得，这铺子里的衣服一件抵得上我3年俸禄，快松手，有辱斯文。闭嘴！把你们店里最贵、料子最软、最衬他这张小白脸的衣服全拿出来。今天不把他这身穷酸气洗掉，本姑娘就不走了。沈某绝不受此无功之禄，你这是在折辱沈某的骨气。沈大人，你再乱动，我就当着这满大街人的面亲自扒了你的旧衣服帮你换，你试试看。这书呆子打扮起来还真挺要命。什么东西？你今日破费了，山头岩，买不起贵重物且还礼，这算是抵消一小部分。这书呆子在翰林院处处受气，连个肉包子都舍不得买，却排队买了这2块甜糕。书呆子其实也没那么讨厌嘛。你怎么起了？你学做糖糕。书上说桂花糖糕、桂黄糕、糖与米粉3七开。前日买的那2块，你既爱吃，街上3文钱1块，太贵。比街上的好吃。你莫要哄我。西域人从不说谎。剩下这块，本姑娘留着当干粮。哟，沈大人今日真是飞黄腾达了啊！这蜀锦可是蜀地贡品，1匹值100金。沈大人1个月俸禄不过5两银子，不吃不喝3年也买不起这一件。莫不是在哪儿发了什么不义之财，或者是攀上了哪家高门贵女？沈燕，平日里满口圣贤，私底下却干着吃软饭的勾当，真是有辱斯文。2位大人说笑了，此意乃沈某的远房表姐所赠。表姐在西域做些小生意，别的没有，唯独银钱多了些。中州礼律似乎并未规定官员不得亲族赠衣，若2位大人羡慕，沈某可修书一封，让表姐下回运丝绸时给2位捎带2条抹布面料。下官还要去给长燕送地报，先行一步。胡闹！今年的西域商税账目怎么差了整整8000两？鸿胪寺和户部天天扯皮，再算不清楚，皇上怪罪下来，我们翰林院第一个掉脑袋。哪儿来的星山虎女，也配摸中州的云锦？沾了商气，这批料子还怎么卖？
去，西市耍猴的地方在那边。夫人此言差矣。《礼记》有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圣人上言有教无类，四海一家。夫人锦衣华服，开口却分华裔贵贱。敢问夫人身上这匹云锦，用的可是西域的金线，发间不摇，嵌的可是于鼎的玉，吃着丝路的饭，骂着丝路的人。夫人这份体面，恕沈某读了20年圣贤书，没读到过。喂，书呆子，你的圣贤书原来还能这么用？书没变，是先生教的好。公主，您说什么？我说，这个人我要定了。沈修卷，上月那50卷祈福经，墨没显字，只可是实打实用了院里的诚心堂纸。长银发了话，纸钱墨钱，从你缝里扣。拿去。不要，君子不受无功之禄。这怎么是无功？墨是我下的，账该我认。墨是你下的，可痛快是我自己觉得的，这钱该我出。你这破房子漏了。你睡这里，此屋不漏。那你呢？堂屋，读书人睡哪里睡都是水。喂，醒了，下回下雨前记得先修房。安和月，以后房子我来修。行啊，那本姑娘就等着看你这书呆子什么时候能修得好这家。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什么来着？非礼勿动。你私闯书房翻我的官服！芥川，沈大人你瞧，本姑娘穿上这身像不像个七品芝麻官？哎，你笑了，你居然会笑！胡闹！官袍将洗要银子，脱下来。这青色不衬你。官阶锁定，由不得人。由不得别人，还能由不得我？你这身骨相该穿红。红袍是4品以上的公卿才穿。我一个坐冷板凳的修撰，这辈子怕是……闭嘴！在本姑娘面前，不许说这辈子怕是。沈燕听令，他日你若穿上那身红袍，本姑娘亲自来给你批。书呆子，今天没人在你衣服上泼墨水吧？怎么活像个被吸了精气的干尸？别闹！翰林接了户部的差事，要清算西域户少商税，若3日内算不齐，便要治我失职之罪。这叫账本字写跟鸡扒，连度量衡都没对齐，算到下辈子去吧。书呆子，你这么算，得算到天亮。想不想知道我们西域商队是怎么在半个时辰内把几万两的商税算得一文不差的？姑娘请自重，男女授受不亲。我们西域谮用的是格子成算法。这成何体统？别动！你松手，我自己来。仔细看。侍郎大人，非是我等不尽力，沈燕昨日主动请缨，如今怕是还没动笔呢。沈燕何在？大人，账目已算清，折字在此。沈燕，你莫不是胡乱编造数字糊弄朝廷？妙啊，妙极！沈燕，你这算法是从何处学来的？回大人，此乃下官在西域古籍中寻得，商税之本在于藏富于民。好一个藏富于民！沈燕，你这次立了大功。跑这么急干嘛？怕本姑娘把你这破房子烧了？今日在翰林院，侍郎大人夸了那账本，那是自然。安和月，你以后别住客房了，夜里风大，那屋子油布也挡不住几场雨。怎么，书呆子，
你这是要邀请本姑娘登堂入室了？怎么了？可是商队出了变故。没事，底下的人办事不力，折了几车上好的香料来找我哭穷呢。若有难处，沈某虽觉微薄俸禄，但也能。你能什么？把你这破院子卖了，都不够我那几车香料的零头。书呆子，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算盘吧。圣旨到，翰林院编修审验接旨。审验厘清西域商税，条陈藏富于民4字，深合圣意。擢升翰林院修撰正6品，钦此。升官了，今晚烤全羊。这个官有一半是你的，那俸禄分我一半。想得美！父亲，再撑一撑，女儿熟识完这京城最后一场雨，就回去剥了她的皮。月之王庭使团20日后抵京，议护神国书。鸿胪寺的通议上月告老还乡了，谁通西域语？沈大人不是精通西域账目吗？想来语言也是通的。此等为国争光的美枝，我等可不敢抢。下官领命。什么东西，丑成这样？这差事我帮你。此乃国事，你一个少女，就因为是国事，你要是在月之人面前丢了脸，丢的是我教出来的人的脸。谁是你教出来的人？来得好，二叔的刀都递到我脸上了，正好借来给我的书孩子铺路。错了，尊贵的客人虽然要往下沉，你这么念，在月之是骂人家骆驼下子。重来。行，赏你的。你当我是什么？我商队里学话最快的鹦鹉。记住3个人：正使贪财，你敬酒时把杯子举过眉，他吃这一套虚的；左使好色但怕老婆，别给他递话头。最要紧是副使护眼铁力，这个人狼一样，他问什么你都答，但永远别让他站到你身后。你怎会对月珠使团了如指掌？商人嘛，不摸清对方老底，怎么赚人家的钱？这是何物？带着，谈判那天挂在腰上，让他们看见。护身符。西域人这个能给你3分薄面。全城的西域商铺，一家一家查，他跑不出这座京城。我们大人说，中州连个会说人话的都派不出，这护士无益也罢。
尊贵的客人，风沙3000里，先饮了这碗迎客的酒，再谈骆驼下宰的事。好，这个中州人会说人话。狮子大杀。大人，去秀贵国商队走北线，折损骆驼1200峰。若护士定在中线，我朝沿途设3处关隘供水，折损减半，省下的可比这3成税多得多。沈大人这枚坠子好生别致，哪里买的？驼骨令，王族禁卫志士，持有者翰林院修撰沈燕。顺着这个书生查，公主宫就在斯比亚身边。呼延铁力给你多少钱？公主饶命！小人只是奉命盯梢。呼延大人说王上已经被二王爷请进了金帐养病，12家分号换了7个掌柜，商队的令符也在二王爷手里。回去告诉呼延铁力，想找我，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滚！沈燕，你完了，本公主这辈子赖定你了。好，小小修缮，算的却是设计的账。沈燕，着从5品，赐翠袍，专领西域护士事。我说过的，你这身骨相就该穿红。这只是从5品的钱费，4品的身费还早。急什么？山匪那件，本姑娘也包了。沈大人，恭喜！大人身上这香，迷迭香混着孜然味儿。我们西域人管这个叫帐篷里养了女人的味道。本官夫人爱吃烤羊与贵使何干？传信二王爷，鱼咬钩了。给京城里那位公主殿下送一份家书，3日内孤身归庭，你父还能吃上热的奶茶。逾期先送你父上路，再屠你12分到300口，最后本王替你收拾了那个中州书生。愣着干嘛？庆祝沈大人飞袍加身，尝尝本姑娘学的中州菜。书呆子，以后自己记得吃饭，别老是啃冷馒头。安和月，你今天很不对。我有什么不对？困了，睡了。
沈大人，西域商队冒失就出城了，这会儿怕是出30里了。臣翰林院修撰沈宴，请旨出使西域。月制使团尚在京中，你身为护侍主官，此刻请旨西行，为何？回陛下，月之使团心怀鬼胎，副使呼延铁力借义士之名行刺探之实，护少国书须赴西域王庭当面核验，方能定我朝边贸100年之计，非臣不可往。准，赐你持节1月为期，误了国书，提头来见。臣领旨。大人，前头就是流沙戈壁了，商队踪迹早被风沙抹平，咱们往哪儿追啊？安和月，这一回换我不守规矩。公主殿下，二王爷说了，您要是肯乖乖跟我回金帐，那个中州书生还能多活几天。呼延铁力，你20年前是跪在我父亲脚边喝剩奶茶的一条狗，今天本公主让你想起来，这条狗该跪着走路。公主回来了！是安和月公主。二叔的奶茶喝得挺香，商队12分号的令符交出来。贺月啊，你父王病重，你一个女子如何服众？这王庭，我等只认安和月公主。公主既要服众，那就请你先对着祖先遗训，把这半年在中州的事说清楚吧。当着满城人的面，安氏血脉，永不与中州同坤，永不为中州效力。违者逐出王族，抹去血脉，永世不得归庭。贺月公主，本王来问你，这半年你藏身中州京城，与那翰林院修调沈宴同居一宅，朝夕相处，是也不是？你为那中州书生泄露我西域商路机密算法度量，助他青云直上，是也不是？你早已忘了祖先遗训，认贼作亲，甘为中州鹰犬，这样的叛族之人也配继承王庭？公主若真清白，何不当众发誓，此生与那沈宴恩断义绝，永不相见？呼延铁力，你让我发誓与他恩断义绝，本公主偏不。我安和月这辈子救过他一命，教过他算账，住过他的破院子，吃过他啃剩的冷馒头，我认。
我就是喜欢那个中州书呆子。你们的祖训管得了我的血脉，管不了我的心。既然公主亲口承认叛族，来人，按族制收缴王族印系，打入寒窟，静待血迹抹明。书呆子，别来，这一趟浑水太深。我真傻，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就该多吃他一碗冷馒头。公主，何苦呢？只要你写一封信，把那沈燕骗来西域，二王爷保你一世荣华。一个中州书生而已，值得你搭上性命。呼延铁力，我教你个乖，想抓我的人，你二王爷还没生出那颗脑袋。等等，3日后血祭是不是要满城人到齐？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本公主想让全城人都看个热闹。中州天子特使持节而来，为何宴护少国书，求见西域之主。闭门拒使，是要断了西域36国往后100年的通商活路吗？原来是中州特使，稀客稀客，快快请进，本王正要设宴款待。沈大人，3日后血祭，你只需当众说一句安和月勾结中州，泄露西域机密。说了，本王送你风光回京；不说，你和那位公主血祭台上一块烧。带证人。沈大人，当着西域36国的面，你说安和月是不是勾结中州，出卖了西域的机密？本使奉大周天子之命，持节而来，为求娶西域安氏嫡公主安和月为妻。天子亲笔聘西域公主以固邦交，西域若以血祭杀我大中州钦定的和亲王妃，便是与整个中州撕破脸皮，放了她护照旧。否则1月之后，中州的旌旗就会插在你这王城头上。二叔，你抢走的是假符，真符就缝在这囚衣的夹层里。你跑不了，别让他的人站到你身后。云中的巴图，疏勒的老阿木，还有替我挡了3刀的库鲁，他们的账我记了3年。我不脏自己的手，按西域的规矩，交给库鲁的儿子。书呆子，谁让你来的？你的钱，我一直没舍得花。他就是那个让你甘愿背上叛族族之名的人。晚辈沈燕叩见王上。晚辈出身寒微，无宗族无财货，唯有一身书生义气。此番前来，不为国书，不为邦交，只为求娶您的女儿。此生此世，绝不让他再一个人站在那样的风雪里。我西域儿郎能开30宫，能纵马千里。你一个中州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凭什么护我女儿？晚辈开不了弓，纵不得马，但这半年，晚辈替他算清了他算不清的中州商税，读懂了他读不懂的中州朝局，在血祭台上用一卷国书为他挡下了整座西域的刀。他护晚辈的时候用的是刀，晚辈护他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好，
好一个中州书生！哈哈哈哈哈！公主，不好了！从二王爷的司库里搜出了这个。原来如此，他们扶持你二叔断西域商路，是为了垄乱忽视，把这条丝路的银子全部装进世家自己的口袋。我这个藏富于民的忽视主官，从一开始就挡了他们的道。书呆子，我们捅的这个篓子比想象人大，你怕吗？这半年，你教会我一件事：规矩是给弱者定的。走，回京城。这一次，换我们去掀他们的桌子。先烤羊，再喝酒，然后我要在那张驼绒毯上睡3天。书呆子，你们中州人骂人讲究个先礼后兵，对吧？礼他们不要了，那就按我们西域的规矩来，动我帐篷的人要拿整个部落来赔。掌柜的，大事不好！西域商路今夜起对咱们锦云堂断供了。公主，葛老府递了3次帖子，想约您一叙。不见。告诉他，想通商可以，先撤了我家收孩子的封条，把折了的琉璃灯、划破的毯子，一样一样跪着赔回来。书呆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做学问？你断他们的钱袋是让他们疼，我要做的是让他们死罪确凿，无从翻案。你教我的，打蛇要么不打，要么打死。好一对狗男女，商路捏在他手里动不得，那就让宫里那位先动那个书生，欺君之罪，够他死10次了。陛下，沈燕出使西域，竟敢伪造圣旨，假传天子诏命，妄称奉旨求娶西域公主，欺君罔上，罪当凌迟。宣沈燕。沈燕，血祭台上那卷国书是真是假？回陛下，是假的。臣出使之时，陛下只赐结账文书1月之期。那卷求娶国书是臣在西域一瓶之中就着一盏油灯，一笔一笔自己写的。你可知罪？臣知罪。欺君罔上，罪在不赦，臣甘领死罪。但臣斗胆，请陛下容臣说完最后一句。若重来一次，臣还是会写。圣贤书教臣忠君，教臣守礼，教臣龟行滚步30年。可那一日血祭台上，火油浇了满地，臣的书里没有一页写过，眼睁睁看着他死。臣这条命，这身官皮，这满腹文章留着有何用？放肆！
死到临头还敢咆哮金殿，陛下，请力斩此吏！慢着，要斩他可以，先问问本公主手里的西域36国通商国书答不答应？陛下，西域36国联名国书在此，愿开全线商路，税利与中州55共分，永结护氏之盟。但国书上写明了一条，此盟由核心王妃安和月与护氏主官沈燕共同主理。沈燕死，此盟作废，丝路从此片里不入中州。诸位大人的俸禄、府里的丝绸、夫人的香料、公子的玉佩，值不值一个书生的命？诸位自己算。陛下，此女挟外邦以挟天子，其心可诛。陛下，此为西域二皇子额尔伯克所著密信47封，与京中往来印章补地年份，臣已逐一考定。扶持西域叛党，意图垄断丝路、架空护氏国策者，正是阁老本人。沈燕伪造国书，欺君当斩。然其所伪造者，破我商路，固我边陲，扬我国威，字字句句深合朕意。朕今日先让这卷假国书变成真的。阁老结党营私，私通外邦叛党，褫夺官爵，满门下狱，彻查。沈燕，我正四品红驴寺少卿，统领丝路护士。赐婚。这毯子能不能不铺说？不能。这骆驼能不能不对着院门？客人进来会被吓唬。不能。沈大人，男女有别，内外有防，这条线是界限。大婚在即，你现在跟我划界限？急什么？看什么看？不认字啊？安和月，往后你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书呆子，你自己看。都要。本公主做生意，从来不做单寻。我想到办法。你先说。书呆子，要不打个赌，赌你我的法子是不是同一个？输的人大婚礼。陛下，臣请以和亲王妃州安和月为西域女王，兼领宗州镇西郡主，王庭置于西域，都后辅助于玉门。如此，西域得其王，中州得其盟，丝路得其主。无此例呀，陛下！无此例，那就从朕这里开个例。好个丫头，这算盘打得比他爹响。成了。等等，法子是同一个，那这个赌算谁输？法子同一个，自然是你输。你的国书发出去，比我的奏寿晚了半个时辰。你书呆子，看来老天爷也知道本姑娘这辈子两样都要。我说过的，浅飞念我批过的，身这件，本姑娘也包了。你还欠我一样东西，今天必须还。1年前，本姑娘救你的命，要你带我回京城。姑娘高义，沈某清贫，身上只有这些，全当骗你。驸马，
拆信这种小事归你。一路正当破个位，我和你最终一别。